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相学答疑，断掌女人命不好，生命线短，寿命短，是真的吗？之前小编看留言，发现好多人都在相学方面有一些困惑，不知道自己身上的一些特征是好是坏。今天小编根据留言情况总结了15条大家经常问的问题，给大家答疑解惑。如果你自身存在问题，可以参考一下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1. 左侧内眼角旁有痣，内眼角上方的田宅宫也有痣，是不是对婚姻感情影响很大？戴上眼镜对眼睛周围的痣有没有缓解作用？小编解释，面相称内眼角处为龙宫，也称夫妻座，看一个人的婚姻与房产运。此处生得好，没有尖角、痣墨等相冲，则婚姻、房产运。流年42到43岁运势好，反之如果生得不好，此处被破坏，则对房产、婚姻在虚岁42到43运势有影响。田宅宫长痣，从性格上来说比较容易焦虑，也会影响相应流年运势。眼皮处走的流年等同于眼睛的流年，眼皮有痣的人，如果眼睛缺乏给力，也会影响到自己固定资产的把握。结合你内眼角痣断，你容易受制于你的老公，戴眼镜可以起到缓解作用。2. 人中有痣，黑色的不凸起，痣上有一根黑色的毛，不好在哪里？如何补救？小编解释，中医讲人中内应脾胃，下应膀胱子处，为人生殖系统的主要分布区，可以看出生育的通道是否顺畅，所以扁平偏窄有痣的人往往剖腹产的可能性偏大。如果人中处有墨痣，再加上卧蚕处气色不佳，女性应该注意痛经、妇科炎症等病症。如果感觉身体不适，还需要找靠谱的医生询问诊断，以确定合适的治疗方式。面相讲，人中有痣，中年的运气不宜到晚年，虚岁51运势阻滞。3. 印堂突然出现悬针纹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小编解释，悬针纹的由来与长期心事过重、思虑过端有关系。另外，悬针纹也要注意心脏健康，建议多去外面走走。4. 感情线太乱的人，啥时候才能找到另一半？小编解释，良好的感情线应该不杂乱、不中断，深长而略弯曲，直达母星丘，或者食指与中指之间，末端分成2叉更优。这样的人比较纯情，品德高尚，待人真诚，责任感强，富有爱心，大都婚姻顺利。但是如果感情线杂乱、断裂，有倒纹、三角纹等等，会对感情造成阻滞。最重要的还是当事人处事方法以及性格因素导致，需要自身反省领悟。首先看桃花姻缘，需要结合整体长相、气色、感情线、婚姻线以及智慧线断定。5. 鼻子上有雀斑，遗传母上大人鼻子上也有雀斑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现雀斑慢慢变淡了，也不知该功于坚持面部保养，还是归功于喝茶，晚上泡脚真的有助睡眠。小编解释，中医认为雀斑的形成是由于先天肾水不足，不能溶化于上，阴虚火邪上炎，运蒸肌肤而致，经脉不通，导致淤血内停，组织不畅，心血不能达到皮肤颜面，营养肌肤，而皮肤中的代谢垃圾、有害物和黑色素就不能随着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排出去，逐渐沉积，就形成了脸部雀斑。现在慢慢变淡，不排除面部保养和喝茶的功效，可能还是你日常生活习惯以及保养使体内平衡所致。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整人体阴阳气血，是不错的保养方法，可以坚持。6. 大小眼要怎么改善呢？小编解释，大小眼与后天的保养有密切的关系，比如用眼健康、心理健康、品性、质量等等密切相关。心怀善念养的是眼，常静心闭目冥想可养大小眼。心情缓下来，左右脑更容易接近一致，不对称的现象可以得到改善是可能的。最主要是自己有没有意识去改，有没有毅力坚持改，这时候动能性发挥极大的作用。7. 眼皮上长痣有没有啥讲究？小编解释，眼皮也就是面相上的田宅宫，这个部分长痣从性格上来说比较容易焦虑，
也容易影响相应的流年运势。眼皮处流走的流年等同于眼睛的流年。眼皮有痣的人，如果眼神缺乏给力，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固定资产把握，往往是在家庭成员里面受制于其他人。8. 断掌的女人是不是命不好？小编解释，古时候说断掌的女人克夫，但是新时代是没有这样说法的，而且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。因为断掌的当事人无论男女，个性比较积极、好强、直接、率性，这样的个性比较适合做事业。如果放在封建社会，这样太有个性的女生是不太好驾驭，因为那时候是男尊女卑嘛，所以会有克夫之说。新时代的女性大多都有个性啊，这怎么会命不好呢？真是笑话。下一个问题。9. 女生长得眉清目秀会不会有好的婚姻？小编解释，这个问题从面相来说是肯定的，但一个人的命运格局还是要看八字，所以眉清目秀是拥有好婚姻的重要面相特征，但不是唯一的。10. 父母与我2岁离婚后突然变成大小眼，至今17岁无法改善，自认是心平气和的人，外界对我的评价都是脾气很好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小编解释，面相中的大小眼并不是唯一指向脾气不好，不够心平气和。你的大小眼成因之一属于父母离异，但是大小眼在性格上的反应还是就是做事犹豫，决断力不够，安全感匮乏，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。11. 从小鼻子两边就长有黑痣，还感觉蛮有特点的，不是肉痣，不知道能不能点掉，如果点掉的话会有什么影响？小编解释，对待痣的看法，我个人认为是有2点比较客观的。一是面无善痣，也就是说脸上的痣无论是面相理论中的善痣还是恶痣，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。2是不要放大痣的负面作用，因为除了眼睛、眼皮、鼻梁、印堂、人中上的痣，脸部其他位置长痣都没有太负面的影响。不要受到点痣美容机构的言论影响，因为人家是要做生意的，你懂的。12. 生命线短就代表一定会短寿吗？小编解释，生命线代表一个人的精力强弱和个性缓急，生命线代表一个人会不会遭遇到意外，会不会有大疾病或者大危险，生命线代表一个人会不会做手术，在哪一年会做手术，生命线代表一个人的一生健康状况。如果一个人手上没有生命线的话，生命线便可以被事业线代替。直白地说，生命线只是代表一个人的体力和精力。当然，世人所说的生命线、寿命短，这是没有确切依据的，所以生命线短并不一定会代表短寿。13. 右眼下眼睑靠近眼角的部位有2颗痣，这什么含义呀？小编解释，这个位置的痣叫做泪痣，与感情有关，往往在虚岁30岁之前，感情运势比较辛苦奔波，也难开花结果。当然相不独论，如果眉毛、眼神、鼻子相里不错，负面影响可以缓解不少。14. 女的鼻子偏，鼻孔外露明显，预示着什么？小编解释，看相还是尽量要看照片，因为文字往往描述有偏差。就你文字描述，鼻子扁平面相的人特点往往是在工作或者感情中被忽略、被轻视，缺乏足够的气场魄力。但是如果眼神足够给力，是可以补益这个问题的。鼻孔外露的人往往比较辛苦，比较操心，脾气往往比较急躁。15. 耳骨外反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？小编解释，耳骨外反的人往往不安于现状，不愿意低调。耳朵分为耳轮和耳廓，耳廓突出的就叫做耳骨外反，耳廓代表着当事人自己，耳轮代表另一半或者父母。耳骨外反的人往往容易以自我为中心，优点是做事比较执着认真，内在能力强大，能扛事，体力往往比较充沛。不知道小编讲的这些对大家有没有帮助？其实相学只是给我们的运势提供一个参照，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我们的运势好坏。如果想要自身运势好，还是得靠自己。手小抓元宝，手大抓茅草是什么意思？之前小编给大家讲过很多的面相俗语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？今天小编再来为对相学感兴趣的朋友解读21条俗语，供大家学习参考。1. 眼瞎露熟，眼大漏神，闭拢眼睛说假话，眼里无珠一视频。小编解释，
盲人往往对经过的路会用心去记忆，这里用以说明某些方面有缺陷的人，那么在其他方面往往有隐人之处。如果眼睛大大而言语空洞，这是属于眼大漏神之人，不会注意细节，说话不看形势，没有做严密的研究与调查就开始下结论的人，必定在说假话。眼神迷茫而昏聩的，一世平败，难成大事。2. 眼饱肚里饥，他鼻子有饭吃，鼻子撑沟一定是泥鳅，鼻子驼又驼，老公怕老婆。小编解释，会看的不如会做的，会做的不如知心的，眼里心无事，会看不会做的必定肚里空空，没有粮食。他鼻子的人吃苦耐劳，多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从而处处有饭吃。鼻子有如鹰钩的，这一定是老谋深算的人。鼻梁扁低而鼻头肥厚的面相，必定在家里怕老婆。3. 舌长事多，夜长梦多，开口神气散，动舌生是非。狡猾的狐狸爱摇尾巴，狡猾的人爱摇舌头。小编解释，嘴大舌长的人是非多，言一慢，心一善，平时注意三缄其口，心善心好，必定福禄绵长。做事做到7分最好，要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。树老根多，夜长梦多，人有聪明用7分，留下3分与儿孙。凡事一开口就有3分失败，所以古人说，开口神气散，信口开河，口无遮拦，谨防祸从口出，恶从心起。狐狸以摇尾巴是好，人以恭维捧杀人。4. 没戴过龙头的马嘴硬，没有学问的人口气硬。男人嘴大吃四方，女人嘴大吃梁庄。小编解释，龙头就是拴牛马的一套物件，这里比喻为约束。男人嘴大善交际，处处与人打成一片，人缘活络，不愁钱财。女人嘴大贪图享受，往往吃断粮。5. 顶嘴抬杠，满口金牙说谎话，小嘴吃饱太深，耳软心活。小编解释，顶嘴就是反驳别人的话，抬杠就是争利利不服输。牙缝气大的人多数谎言较真，言过其实。男女嘴巴明显小的，这是光吃不会做的人，即使有万贯家财也被他掏光了。耳朵特别软的人往往心思灵巧，善于揣摩人意。6. 男人双拳高，生来志气高，女人2拳高，杀夫不用刀。小编解释，男人颧骨高，一生爱打抱不平，做事仗义，但多数财运不佳。女人颧骨高耸而高凸，操心管闲事，诸多克夫面相中最为重。7. 眉毛浓又黑，不占便宜不吃亏，眼尖嘴快，官打明贤。小编解释，眉毛浓重而黑，但眼神和善，心里不会去占别人便宜，但处事也不吃亏。眼尖嘴快之人，口无遮拦，是非多多，这是官贵则打百姓嫌弃的人。8. 两眼缩缩跳，必定晦气到，眼大手小，啥也干不了，眼斜心不正，刷锅水露盆。小编解释，两眼不停地跳动，眼睑跳动，这是肝气过盛，霉运必定会到来。眼里凡事能看明白，就是不出手的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这样的人一事无成。眼睛斜视或是用眼角瞟人的，这多半是心神不正，利益占尽的人。9. 两耳不过嘴，越养越见鬼，耳后不容止，80不能死。小编解释，耳为宗脉之所聚，12经脉皆通过于耳，肾为百脉之源，而肾开窍于耳，肾主治，先天肾气足，智力高，耳朵以肥厚大为吉。两耳不过嘴指的是耳朵薄小，以耳唇不能抵达嘴角来形容耳朵细小。那么耳小无智，极少数有耳小成事者，但必须鼻长。耳后不容止指的是两耳贴头，两耳贴头富贵不愁，耳朵肥大又贴头的，这是先天肾气充足面相，而肾主寿，所以寿命长。10. 耳枯1年，鼻黑7天，耳朵不变，行事不正。耳朵巴掌大，恒顺不听话。小编解释，这是根据耳朵面相看运势的。如果两耳颜色枯黑色暗的，这是肾病的预兆，那么此人由于能量不足，一年运势都会低迷。鼻子代表个人发展以及出身，如果鼻梁青黑青暗的，这样的备运要7天能够结束。耳朵薄而小的面相，做事没有底蕴，容易冲动行事。耳朵厚大有如巴掌一样的，这是有思考有定力的人，不会随便听信别人的言语，有自己的主意。11. 两耳靠壁，买田买地，两耳兜风，卖田的祖宗。两耳扇风，卖地妖精，两耳垂肩，贵不可言。小编解释，
两耳厚大而贴头的，这是做事踏实、做人本分的人，所以能够兴家立业、买田置屋。耳大厚大是当时朝前，也就是招风耳，这是不安分的人，不会老守田园，早晚要他乡立业，所以被阻离乡了。两尖垂耳比喻两耳厚大，这是有智力、有积蓄的人，凡事以智取胜，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人。12. 手小抓元宝，手大抓茅草。男人手大抓钱，女人手大抓财。男生女手不赚自有。下面解释，手小握力足，这是能够持家的面相；手大无力的，这是一生贫贱的人。握力足而肝气健，做事能力强。男人手大有力的，这是兴家之男；女人手大无力的，这是贫败的命。男生女人手，女人养肾，男人养肝。这里指的是男人肾气足，爪甲皮毛光鲜，这样的男人不愁做事不成功。13. 男人断掌打死人，女人断掌带金银。手长的打手短的，手长的当大哥。小编解释，手心一条横纹贯通手掌，这是肝气过盛的人，其人破坏力大，冲动之下无所顾忌，容易惹下祸灾。女人断掌的持家能力强，由于先天柔弱，那么断掌的女人做事决断力好，有担当，所以能够辅助丈夫安家立业。手掌长而有力的，一生都在辛劳做事，而手掌短的多偏于祖上留下的祖产，并且会老成守业，创业能力不如手掌大的，所以古人说手长的能当大哥。14. 小脚一双，眼泪一缸，男人一夕值千金，岂肯低头拜他人。小编解释，男女小脚的往往都是多愁善感的人，思维比较敏锐，所以面对人生与感情往往会有许多感触，触景生情。男人一定要有志气，立志行道，为社会多做有益的事情，不能因为一些挫折而失去行道的信心。15. 相面不留情，留情就不灵，张口扬盘闭口相，是相不是相。小编解释，我们在社会行走做事要以规则为先，感情为其次，做人做预测服务也是这样，要依卦不依人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能含有偏私之心，单于情面或者看重利益，那么即使做预测行业也不是这个行业了。就像医者父母心，而医生一旦贪财，也就失去了做医生的根本，也就不是医生了。16. 脸厚不挨饿，脸软的受穷，脸上无肉必定歹毒，两脸无肉爱财不足。小编解释，脸厚可以，但不可以失去做人的原则，在不违背社会公德与道义的前提下，可以脸厚，但绝不可以心黑。脸皮薄薄的往往自尊心过强或者多疑，这样的面相往往在社会上不能融入，心宽命宽，心厚福厚。脸上无肉的骨碌残难聚，荆棘并必攻，脸上面皮紧绷有如鼓面的，这是肝气拘急的面相，待人刻薄寡恩，其人少有仁义，必定心肠歹毒。这里的两脸指的是两腮无肉，两腮代表人的清源与诚信，一旦两腮有如刀削直下的，下巴颏尖尖无肉的，这是爱财无度的人，少有诚信。17. 面孔生横肉，不可与同宿，面薄无情，颈长无义，面善嘴也善，心里三支箭。小编解释，乍一看此人一脸横肉，也就是颧骨与颧骨下缘形成一条横肉，这是心狠手辣的人，翻脸无情，不可与之交往，免受其害。脸上皮包骨，鼻梁凸显无肉，眉骨横起的人，这是无情无义的面相，一旦触送其不快，必睚眦必报，刀刀见血。脖颈长长的人明显脖子长，这样的人做事没有原则，见利忘义，平时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嘴甜似蜜糖，其人必有所图谋，这是笑面虎，口腹蜜饯之人，要多加小心为上。18. 面带珠相，心头明亮，女人额头高，杀夫不用刀，男人额头高，必定逞英豪。小编解释，珠相这里指的是头大而五官偏大的，这样的面相看起来憨憨的，但是其人智力高，每逢大事不糊涂，心头雪亮。女人额头宽大凸起，这是志气高强的女人，古代叫做赵夫静，这样的女人能力过强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因为女人为阴而行阳事，婚姻方面属于克夫相。男人额头宽展高阔的，这是有思考有智力的面相，必定能够在社会上做出一番成就。19. 锁口纹饿死人，眉过眼使睛弯，眼斜心不正，鼻歪意不端，
小编解释，锁口纹就是法令纹，本该绕口，但却切入到口唇，也叫做腾蛇人口。这样的面相做事过于决绝，做人缺乏道义，最终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。眉不眼，财散人离。如果没有长过眼尾，这是做事有智谋的面相，一生衣食无缺。眼睛不经意斜视偷视别人，其心不正，其行不端。鼻梁明显歪斜的面相，一定会在大是大非之时被主求荣，出卖朋友。20. 叶黄草衰，发白人衰。多梳发乱，发大头昏，发乱找梳子，心乱找朋友。小编解释，植物到了秋天，叶脉枯萎衰败，人如果早早白了头发，肾气便衰了，人生也就到了秋天。多梳指的是忠诚不是二主，龙多了就落，心思多了人不忠。发大头昏指的是头发过于浓密的面相，笨马宗长，发长。长字是浓密的意思，无痣，没有浓发的大官，头发乱了，我们就会找梳子，而遇到了难事，心乱了，人就会找朋友。21. 发短心长，低眉倒运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眉毛不如耳毫，耳毫不如老饕。小编解释，发短是头发稀疏的意思，头发稀疏的人心计较长，善于思考。低眉指的是眉毛压眼，或者眉毛有逆生，这是好气的人，必定会遭受挫折。倒运是一定的，眉宇间也就是印堂部位有纵纹的，也称为斩子剑。有这样的悬针纹，多思多想，性格刚强的人。男人40岁以后，眉毛里长有长毫的称作寿毛，耳朵里长有长毫的称作耳毫，这是肝气足、生发力强、寿命旺盛的人。以上就是小编对这21句俗语的解读，大家可以参考学习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留言评论。小编之后还会经常把大家问到的问题总结起来为大家解答，以便大家更好的知命识人。1. 女生额头比较短，觉得发型好受限，只能中分露出额头，空气刘海留着不洋气，请问额头短有什么说法吗？小编解答，面相讲额为事业宫，又看一个人的青年运。若额头塌陷、低窄等，则主人青年运波折，学业受阻，进入社会早，且事业已在跟头。一般男士这样的相里较多。额头又看一个人的智力，若额头塌陷低窄，则天资受限。此种人有时行为不受大脑控制，过于偏激，一根筋固执，易因为冲动做出后悔之事。就你的论述看，其实你需要的不是发型，而是自信。2. 一个手断掌，一个手不是断掌，女是不是各方面都不好呀？小编解释，手掌看心性，双手掌纹不一样的人，大多双重性格严重，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，在抉择的时候最为难过，有些机会也会因为犹豫不定而错过，所以你需要的还是要找到内心的平衡点。3. 最近山根出现2条横纹是怎么回事？小编解答，山根低矮塌陷或者有横纹，代表当事人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潜在问题。如你所说，应该注意保养自己的心脏，少熬夜，多运动。如果感觉不适，尽早去医院检查，早发现，早治疗。4. 眼部以上比别的地方黑咋办呀？包括额头，是不是气色太差了？小编解答，气色是独立又互相制约的，气是先天之动机，再加上五脏六腑的变化相连接而产生，其隐藏在皮肤之内，是命运事实的前期指标，通常会在30日以前潜伏在内，也有在180日前为潜伏期，配合阴阳五行和气候来辨别断事。当色浮于皮肤之上，就是你运势事实应验之时。色在15日以前为潜伏期，和节令之气候密切相关，也有前90日为潜伏日。气和色二者就像是雪上之霜，水上之冰一般，表面是大体上都相似，但却有差异的。就你所提及额头发黑，预示运势受阻，可能喝凉水都塞牙，所以要净手忌折腾。这段时间多出汗多运动，有利于改善运气。5. 老公和我谈恋爱后，事业就慢慢一步步下滑，我总自嘲不旺夫，但心里多少有些失望，有时候觉得他太笨太老实，有时又在想或许平平淡淡的才好，以他的状态现在每况日下也很正常。小编解答，事业下滑究竟是态度不积极，还是行动不努力，或者是真的入错了行，要考虑清楚。在低潮中积极鼓励鞭策男人，方显女人大气与智慧。6.
左边眉毛的眉头位置长了一根白色的眉毛，是咋个情况？留着还是拔掉？小编解答：眉毛与头发与肾有直接关系。有句话是说头发是肾开出来的花，其实眉毛也同样适应，只不过眉毛还与肝的健康有关。眉毛有白毛，往往与肾气外泄、肾健康需要补有关系。如果你觉得不好看，可剪可拔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调理身体。年纪轻轻白眉毛都出来了，云雨和熬夜可要抑制哟。7. 请问纹身有什么说法吗？最近特别迷恋纹身，也特别想去纹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小编解答：纹身应该属于破相，是损运的。某些隐蔽部位，比如说大腿内侧、腋下、胸部纹身是招烂桃花，而纹身最容易损的是健康运、子女运。面积越大，影响越大。就拿纹眉来说，是容易影响霉运。关于纹眉运损的实例反馈也搜集了不少。31到34岁运势较低，所以建议不要纹身纹眉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要好好爱惜。8. 耳骨反是叛逆吗？整天和父母对着干，还是父母关系不和睦导致的？小编解答：耳主虚岁1岁到虚岁14岁的童年，一般代表2件事：一是自己童年的身体健康及凶险，二是父母家庭环境的好坏。耳结合额相、眉相，可以看出与父母缘分以及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和睦。同时，耳主肾，耳相的质量往往看得出肾健康的质量。耳骨反，性格大都是叛逆，尤其对于周边亲近的人更能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。当然，如果跟眼神、眉毛等相离好，会有很大程度补益耳反的不足。就数总结来看，耳相不好的孩子，其家庭父母关系欠佳，任何相里的出现都有因。9. 右耳有个小缺口代表什么意思？小编解答：首先，此耳朵相里整体很不错，圆润有肉，轮廓分明，整体体质不错。男孩右耳代表8到14岁，此处有缺口，流年8到9岁，身体可能有些小问题，倒不会有大碍。耳朵代表手足，耳朵有缺角，大概率预示母亲有过流产。10. 耳垂那里有横纹，有什么影响吗？小编解释：美国医学家在尸体解剖中发现，凡死于冠心病者，耳垂皮肤几乎都有一条横纹。给耳垂有皱纹的病人做冠状动脉造影时，也发现其中90%的人冠状动脉存在粥样硬化斑块。专家指出，耳垂由结缔组织构成，对缺血十分敏感。当动脉血管出现粥样硬化时，导致血液微循环出现障碍时，耳垂就会出现皱纹。耳有纹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面相表现，所以要密切关注健康。11. 瘦子是不是都没有福气？我想减肥，因为我是胖子，找不到对象，可是怕瘦厉害了，更穷了。小编解答：福气与胖瘦没有直接关系，如果人过于肥胖，会影响拉低运势。再说身体要骨肉匀称才好，过胖或者过瘦都会影响运势。12. 如果下巴长得有福气的人，是不是在青年时期就会比较顺？运势是不是从额头开始走？小编解答：相不独论，运势要结合多方面原因断定。面相的格局很重要，如气色、眼神、左右脸以及左右部分五官对称性、三庭平均与否、五官配合程度高低等等，这些综合反映出一生运势。13. 鼻子正面塌，但三庭比例协调，这样可好？小编解答：首先，三庭比例协调说明整体格局稳定，一生中不会出现大的波折变动。具体好与不好要局部相里结合看。就你所说的三庭平均，鼻子正面塌，预示你是一个比较操心的人，在感情方面、友情方面、在亲人方面都会表现操心劳累，而且为人欠缺自信，无主见，随大流。当然这个是单个的相理考量。三庭为格局，三庭比例协调稳定，在此基础上鼻子塌肯定比三庭不好的要加分。相不独论，具体对于命格的影响还要结合眼神、气色综合考量而定。14. 女生中庭上脸上有雀斑会影响个人发展吗？小编解答：仅仅看这个地方是不能说明是不是影响发展，个人觉得首先中庭有雀斑与身体状况有关系。中医认为肾水不能荣华于上，火滞结而为斑。已婚女子的中二府突然增加血斑，要注意观察其夫君肝脏方面的问题。通过调理脾胃、疏通经络，长期坚持可以达到淡斑祛斑的效果。
未婚女性则要注意其肝脏问题，如果雀斑色泽方面不是很深，方可忽略。15. 女生旺夫是旺什么？旺夫就是克自己吗？小编解答，首先这个问题需要2方面来回答。首先，旺夫源自古代命理，古代男尊女卑，一段婚姻夫为主，妻为辅，所以女人面向旺夫，也就是说有利于丈夫运势，利于传宗接代，这是传统命理的一个说法。现在我觉得不能就这样下结论，现在的旺是有利于婚姻，如果2个人面相格局不错，就寓意着这段婚姻感情美满，包括对于子女也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旺是夫妻彼此的一个良性互动，并且对于子女有很好的帮扶。16. 颧骨过高导致太阳穴凹陷，做填充太阳穴手术是否建议？有什么不利后果？小编解释，首先，整容伤经脉，对于面相运势有着不可预知的影响。一是整容有保质期，到了保质期不去回炉，面相会生生的扭曲变形，这样就算别人看着都怕，会有好运势吗？总之，内心的调整保养是最重要的，无论你是否整容，都不能忽视这个，毕竟人生还很漫长。17. 夫妻宫有青筋会影响感情的问题吗？小编解答，夫妻宫的位置在2个眉尾、眼尾延伸至鬓发之处，古相书称之为妻妾宫，有名奸门，是一个人感情生活的写照。主夫妻互动的情况应该保持平满光亮，才会有良好的运势。若夫妻宫有痣墨、疤痕、青筋者，在美色诱惑的面前，往往控制不住荷尔蒙强烈的刺激，亦或者周边容易出现桃花缠身。如果经不住诱惑，虚岁43、44，感情容易有变动。当然，面相无论是有利还是不利，都要靠自己调整改变。如果放任趋势，肯定会感情是非多。18. 男士右后眼角下有颗痣，影响事业吗？小编解答，首先，眼角后方圆1厘米称之为奸门，夫妻宫，上面也提到其对于感情的影响。如果男士右眼角有痣，则主原配，易招惹感情是非，自然影响心情，事业肯定有一定影响。当然，具体影响需要结合其他相理具体评判，相不独论。相学算命是我们个人运势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，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了解一下。如果说你还有其他想了解的问题，可以给小编留言，小编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